我和柳如烟现身访谈节目，当她被问到身为反诈宣传大使有没有被谁骗过时，她笑得得意洋洋道：“以我的人头担保，没人骗得了我。”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调出收款码说：“刘老师转我10万，我给你买个东西。”柳如烟边扫付款码边问：“转过去了，你要给我买什么？”我笑了笑说：“帮你花钱买个教训。”我和柳如烟同为反诈宣传大使，网友对我俩的评价却很割裂，也没别的，他们纯粹是看脸评的。我长得呆呆的，一看就是老好人的样子，意思就是很好骗。而柳如烟不同，妥妥的桀骜精明的军事大美人一枚，往那一站什么都不用做，看起来就长着800个心眼子。从外貌上看，骗子都得跟他绕道走，然后碰上我个大院主，所以他们都说我是反诈大师宣传的教材，而柳如烟才是反诈宣传大使。我很不服气，他们怎么可以以貌取人？我得找机会解除这个误解。所以在访谈节目邀请我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下来了。节目录制当天，我特意换了个商业精英的装扮，金丝眼镜、名贵西装，打算先从外表摘掉好骗的标签。我在后台遇见了正在打电话的柳如烟，隔着2-3米的距离，偶尔能听见1-2句话。她的表情有些严肃，搭在膝盖上的手指时不时轻点一下，大概视线停留在她身上太久，她似乎察觉到了，顺势抬眸看过来，她冲我勾了勾手指让我过去。我站在原地没动，她啧了声，冲电话那头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就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走了过来。她盯着我看了2秒，语气很讨嫌道：“哟，贺强，你今天改走精英路线了？”我特意转了一圈问他：“哥是不是很帅？”他退了些认真的上下打量，半晌之后正色道：“长相不错，但很可惜遇上了我。”我真是多余问他。节目开播了，第一个环节是让各位嘉宾科普各类知识，现场来了禁烟大使、禁毒形象宣传大使和野生救援公益大使等。我和柳如烟是作为反诈宣传大使来科普反诈知识的。访谈的顺序比较靠后，前面的各位宣传大使对提问回答的滴水不漏，除了所宣传科普的知识，没半点个人私事泄露的。这也导致了轮到我们的时候，主持人的眼里的光已经没了，逐渐放弃了挣扎。他按照流程轮流问了我俩一些有关反诈骗的知识，最后提问柳如烟：“刘老师对反诈骗的知识了解得这么透彻，想必很难会被人骗到了。”我很好奇刘老师私底下有没有被人骗到过呢？他扬唇笑了，一脸得意：“没有，怎么可能有人骗得了我啊？”我眼睛一亮，心想机会来了。我拿出手机调出收款码说：“刘老师转我10万，我给你买个东西。”柳如烟边扫付款码边问：“转过去了，你要给我买什么？”我笑了笑说：“买个教训。”现场笑疯了。柳如烟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她微微一笑，脸上带着得逞的神情，悠悠地说：“宝贝，缺零花钱了直说嘛，咱俩谁跟谁啊？”我震惊地看着她，操，这个贱人给我来这手！热搜爆了，影后当红小花恋情曝光，柳如烟贺强恋爱10万零花钱，柳如烟贺强是真宠啊！看着这些热搜词条，我的肺都快气炸了，什么玩意儿啊！我和柳如烟恋爱，亏网友们想得出来，我跟她是死对头还差不多。婴儿时期，她仗着比我块头大，抢了我的奶瓶，还把我当床垫躺在我身上，我撒了她一身的尿。小学时期，她把隔壁班小妹妹送我的魔方给扔了，我把隔壁班一男生送她的巧克力吃光了。初中，她把我私藏的成绩单拿给了我爸妈，害我一整个暑假都要上补习班。我把她的私藏的11漫画翻了出来上交给了她爸妈，她成功获得一暑假的补习班。高中和大学时期，她威胁给我送情书的美女，亲手掐断了我的桃花等等。从小到大，咱俩互相伤害，积累的仇比我银行卡数额都大。对对方做过的坏事，到了下边怎么也得在油锅里炸个180回，说不定还能在底下组个油条 CP， 来个地府再就业什么的。扯远了，总之我俩根本就不可能。就1晚上的时间，微博上粉丝把我俩曾经同框过的片段剪辑成了一部微电影，那氛围，那朦胧的滤镜，我看着都差点信以为真了。网友们也纷纷表示磕到了，这还得了？为了撇清关系，我亲自下场澄清，刘老师很美，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们就是普通同事的关系，不熟，大家磕 CP 就好，请不要上升真人。微博刚发出去，柳如烟就转发了，她问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有时候真的很想发疯。我的经纪人11哥围观了全程，顿感不妙，他思来想去，决定把我打包送进恋综。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柳如烟这姑娘一看就是个海后，你没谈过恋爱，很容易被她骗。我送你去恋综开开眼界。什么恋综？我据理力争，11哥你误会了，我跟柳如烟什么都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的，你放心，没有最好，但恋综你也要去。然后我就真的被送进11漫画。这是一档直播的互动性恋综，节目选择在我的绯闻闹得最轰动的时候官宣了嘉宾名单，我前脚刚澄清，后脚就参加恋综，网友们傻眼了。哥，你为了让我们相信你真单身，你是真拼啊！我信还不行吗？你上恋综我还怎么磕如鹤无言啊？哭死！如鹤无言终究是毙了。也有网友不死心的，不行，我要去给节目组投票，我要守护好我的 CP。节目还没开播，热度就高居不下，导演的脸都快笑烂了。周一这天，节目正式开拍，我起了个大早赶去现场。节目原定9点集合完毕，我到的时候刚好8点半，现场已经有早到场的嘉宾在等着了。我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后，就找了个位置坐下等。9点整的时候，大家发现缺了一位嘉宾，那位在名单第1位的歌手韩丽。弹幕上也有人在问，不是说韩丽也来吗？怎么还没看见她？迟到了吧？之前说9点集合完毕的，不可能，我们家韩丽时间观念很强的，从来都只会早到不会迟到的。嘉宾中也有人提出疑问，主持人笑着解释，韩丽老师那边早上已经联系过我们节目组了，他说有突发的事情需要处理，来不了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为了填补嘉宾的空缺，我们节目组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可以猜测一下神秘嘉宾是谁，猜对了有奖励哦。听到有奖励，嘉宾们眼睛都亮了。沈右楚举手，请问有什么提示吗？主持人微笑，我可以提示各位，他曾经是位话剧演员，还拿过钢琴比赛的冠军。听完提示的嘉宾们一头雾水，显然是没有头绪，我却听得心里咯噔一下，这形容不会是柳如烟吧？她19岁时很喜欢话剧，做过1年的话剧演员，她12岁拿过市里的钢琴比赛冠军，但她出道以来从未在镜头前透露过这2件事情。而且柳如烟出道后，柳家大小姐的身份
本都没人挖出来，怎么可能把这2件事挖出来？我低下头把心里的猜测压下。熊楚服思考片刻，不太确定地说：“是迷彩吗？”方圆试探道：“是铁若男吗？”我觉得是商妍妍。不对，白宁冰也演过话剧演员和钢琴家，难道是他？嘉宾们一个接一个地说着自己所猜测的人选，主持人却始终笑着摇头否定，这就很让人费解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不敢说话。原以为我不出声就没人会注意到我，事情就是这样巧。我刚抬头就对上了主持人扫过来的视线，他就跟抓壮丁一样，迫不及待地 cue 我。贺强，我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目标人选喽，是谁呢？嘉宾们的目光一下子就全都看了过来，脸上写满了好奇，镜头也一下子给到了我。我思考片刻，想耍小聪明，随便说个女艺人，谁知主持人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他出声提醒，别的嘉宾不清楚，但贺强你一定能猜到神秘嘉宾是谁。你这说的跟直接报名字有什么区别？果不其然，弹幕已经开始疯狂起哄了。我好像知道神秘嘉宾是谁了，嘿嘿嘿，我也知道了。贺强一定能猜到，大声说，贺强不要藏了，我们都知道了，再逃避好像没有什么用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呵呵，我猜可能是柳如烟吧。主持人眼睛都笑弯了，对，贺强猜对了，神秘嘉宾就是柳如烟。现在我们有请刘老师。顺着主持人的视线看去，柳如烟正迈着美腿慢慢走进来，脸上是一贯的漫不经心的笑容，还是熟悉的模样。弹幕疯狂了，真的是柳如烟，她破例了。他为了贺强破例了我的如鹤无言 CP 没有黄。柳如烟从来不上任何娱乐形式的综艺，这确实是她头一次。可说到为我破例，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她来搅黄我的恋爱还差不多，但我说这话绝对没人相信，甚至会被定性为嘴硬。我现在是有苦说不出啊，累了，毁灭吧。柳如烟自我介绍完后，节目正式开始。节目组为了嘉宾之间的感情能够快速升温，安排的游戏都是需要双人合作的。第一轮则是嘉宾们按照选择物品进行分组配对，女嘉宾自行选择由男嘉宾提供的物品，选中哪位男嘉宾的物品就和哪位男嘉宾分组配对。物品都是被采的时候导演问我们拿的，很快工作人员把物品端了上来，随即摆放在了桌子上，从左到右依次是一条小鱼吊坠的项链、一只卡地亚手镯，以及一包鸭子飞了的鸭爪。等看清最后一个物品时，全场都安静了，就连弹幕都有一瞬间的安静，然后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奇猛了，我看见鸭子飞了上电视了，鸭爪它是可以出现在这种时候吗？有一说一，我突然很想知道他是哪位男嘉宾的。问得好，现场的嘉宾们也很想知道。主持人干巴巴的笑了2声，敬业的开始 Q 流程，女嘉宾们可以开始选物品了。在选之前，刚才猜中神秘嘉宾的贺强获得的奖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物品是否名牌，我连忙摇头拒绝，不了，随缘吧。那女嘉宾们可以选了。方圆率先选择了那只卡地亚手镯，沈又处在鸭爪和项链之间迟迟做不出决定，他犹豫了片刻，扭头跟柳如烟说，刘姐，要不你先选。柳如烟颔首，没跟他客气的上前，我紧张的看着他伸出的手，默默祈祷，柳如烟快走开，柳如烟别捣蛋。紧张万分时，柳如烟的手停在了项链上，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身旁的曹旭坤脸上也得意的笑了起来。就在我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柳如烟抬眼冲我笑了下，然后毫无预警的抓起了旁边的鸭爪。沈又处拿了那条项链，现在男嘉宾可以认领自己的物品了。熊楚服很开心的走到方圆身旁，看起来双方都很满意。曹旭坤笑容有些僵硬，路过我的时候还撞了我一下，我叹了口气，暗骂柳如烟这个祸水。曹旭坤喜欢柳如烟的是圈内人尽皆知，只可惜关花有情流水不易，柳如烟不来还好，来了简直就是激化矛盾的存在。我从知道节目有曹旭坤的时候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尽量避开跟他接触，没想到还是躲不过。我认命的走到柳如烟身边，趁着主持人在前面宣布第一轮游戏规则，我悄悄在镜头拍不到的地方瞪他。柳如烟挑眉捂嘴笑，怪不得我，实在是你自己太明显了。我瞪他，你就是故意的，哪有人会选鸭爪？他一脸无辜，贺强，咱俩一起长大的，你不爱戴珠宝我还是知道的。再说了，兜里随时揣着零食的男明星估计也就只有你了。导演当时问的时候，我兜里只有一包鸭爪，我顺手就给出去了，我哪知道是用在这个环节的，失策了。第一轮游戏是为了让嘉宾们破冰，安排了抱人翻障碍运送水，临近午餐时间，正巧让嘉宾们用完成游戏来获取食物。规则是男嘉宾抱着头戴盛水的容器的女嘉宾过障碍到达终点，水剩的多的赢，这哪是破冰啊，这是破防吧？这都负距离了。嘉宾们谁都没有想到导演一开始就这么猛，都有些不太好意思，但一想到午餐还在终点等着的时候，又立马冲劲十足。穿戴整齐后，主持人一声令下，男嘉宾们抱起女嘉宾就冲了出去。这个游戏多少是看男嘉宾的体能的。过第一个障碍时，大家还是挺轻松的，水只洒了一点。过第二个障碍时，需要抱着人翻过一个坡道，曹旭坤不小心绊了一下，差点摔倒，直接导致了沈又处头顶的水洒了一半。熊楚服组和我都顺利过关。最后一个障碍是抱人弯腰过杆，最考验的是男嘉宾的腰力。柳如烟忽然想起我的腰拍戏的时候受过伤，安静了几秒后委婉道，我也不是很饿，要不咱们弃权吧。我看了柳如烟几秒没好气道，怎么担心我啊？她转而笑道，你想多了，我是怕你摔了我。我顿了下挑眉笑道，放心吧，摔了也有我给你垫着，摔不着你。她轻哼，最好是这样，为了我能专心过杆。柳如烟没再说话，心底却微微提起，着实是有些担心。所幸我只是在过杆之后动作幅度有些大，导致身形有些不稳，但我反应极快的单膝跪地撑着。最终胜利的组是我和他，奖励则是获得节目组准备的海鲜大餐。第二名是熊楚服组，获得的是烤鱼和鱼丸粗面。第三名是曹旭坤组，只获得清粥小菜。我征得柳如烟同意后，回头邀请其他嘉宾，这一桌子我们两个吃不完的，你们愿意帮我们分担分担吗？熊楚服和方圆都是性格直爽的人，毫不做作的欣然答应。
好啊，沈右楚也开心的凑了过来，你们真是大好人啊，感谢让我体验第1名的乐趣。只有曹旭坤没有表示，我抿了下唇，再次邀请曹旭坤，你要不要也跟我们一起吃点？曹旭坤脸色有些难看，有些欲言又止的看向柳如烟，眼神里透露的爱意毫不遮掩。虽然一语不发，但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弹幕也沸腾起来，曹旭坤好痴情啊，他这是想要柳如烟开口邀请他吧？我突然有种想磕他和柳如烟了，明明爱着他，却不得不克制自己，这不是妥妥的虐恋情深？我是新来的，有点懵了，怎么一会儿是贺和柳，一会儿又是曹和柳？请问是魏武一封吗？我们曹旭坤5年前就喜欢柳如烟了，要不是贺强横插一脚，说不定他俩就在一起了。天啊，那贺强不就是拆散别人的第3者吗？节目组怎么还邀请这种人啊？我早就想说了，节目组也太刻意了，一看就是有剧本，捆绑 CP 营业，圈内老招数了，说不定是公司强迫柳如烟和贺强绑一起炒 CP 呢。弹幕的评论越说越离谱，我抬头看了眼柳如烟，她正垂眸拿着湿纸巾认认真真的擦拭着自己的食指，看都不看曹旭坤一眼。曹旭坤面色苍白，红着眼睛看向我，语气有些冲，不必了，我输了，自然该遵守规则，吃我该吃的，这是点我破坏规则邀请别人了。我暗骂一句爱吃不吃，语气平静，说得好，那我就不强求你了。又对熊楚服他们说，各位开动吧，浪费粮食可耻啊，都多吃点。曹旭坤的脸都绿了，气哄哄的转身坐到了摆着青州小菜的桌边，一边豪华海鲜大餐其乐融融，一边青州小菜孤单凄凉，两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下弹幕更精彩了，贺强这不是故意欺负我们曹旭坤吗？这是霸凌吧？带头孤立我们坤坤，坤坤好可怜啊，喜欢的人被抢走，被欺负了还要忍气吞声。贺强这个流氓，我的粉丝立马不干了，楼上的嘴巴干净点。贺强都邀请曹旭坤了，是他自己甩态度不去，关贺强什么事？别学了2个词就乱用，动不动说人霸凌谁，孤立谁，有证据吗就乱说。弹幕争论不休，直播间的收视率猛增，观看人数还在持续飙升，导演脸都笑烂了。午休过后，开始新一轮的游戏，原定环节是去农庄进行采摘的，但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直到午休结束也没有停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节目组只好取消原定的行程，改为室内活动。导演突发奇想，决定由观众投票选出游戏，最终高票选出的游戏是真心话大冒险。问题和大冒险都是从弹幕里随机抽取，第一轮被转到的是方圆，选了真心话。弹幕的提问，你和谢寒墨谈过吗？谢寒墨是方圆上一部戏的女主，当时他俩假戏真做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的，却始终没人出来回应。方圆沉默了一下，正色道，谈过。弹幕沸腾了，但一次只能提一个问题。第2轮转到了沈右楚，也选的真心话。提问，你和肖荣瑜因为什么闹崩的？主持人说完问题后，现场气氛都有些尴尬。沈右楚和肖荣瑜是一个组合出道的，但3年前突然就宣布解散，两人不仅取关对方，现在见面的气氛都还是剑拔弩张，一言不合就打的那种。观众牛批，记者都不敢问的他们敢。沈右楚笑容都没了，硬邦邦的吐出2个字，男人。主持人很有眼力见，赶紧开始下一轮。上一秒我还在开心吃瓜，下一秒就赚到了我。想起前2轮的问题，我果断选了大冒险，可我还是低估了观众。从现场女嘉宾里选一位接吻3分钟，这选谁都不合适啊！我当机立断，我接受惩罚，喝着苦瓜汁。我暗自庆幸节目组还有点人性。弹幕表示对我很失望，贺强你不行啊，我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居然怂了。这一看是我的显眼包粉丝 CP 粉。贺强，亲柳如烟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我谢谢你们，有了一次中奖的经历，我立马打起来12分精神，丝毫不敢分心。看着瓶口在指向曹旭坤之后缓缓停下，我顿时松了一口气。主持人读出问题，你整过容吗？炸裂的提问让曹旭坤表情有一瞬的僵硬，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表情，语气笃定，没有。话落，气氛诡异的凝滞了一瞬，大家默契的选择沉默。圈内最忌讳话多，言多必有失，更何况是人家的私事。主持人也是人精，立马转移话题。接下来看看会是哪个幸运呢？很不幸，我成了下一个幸运儿。我没有丝毫犹豫的选择了大冒险。给你通讯录好友的第6位打电话说我爱你后就立马挂断，把手机解锁后交给主持人的时候，我手都是抖的。记忆里柳如烟的电话好像就是在第5还是第6来着，万一打中她的那就精彩了。一阵静默后，现场响起了某水果牌手机的独有来电铃声，弹幕疯狂了。哦豁，不会是柳如烟的手机响了吧？这一下节目效果拉满。贺强还嘴硬说你俩不熟，电话号码都有了，身份证号码还远了，哈哈哈超啊！你们 CP 粉别太离谱了。而现场所有人都猛地转头，十分惊讶地看向声源处。我表情僵硬地抬头看向坐在我对面的柳如烟，不是吧？不会这么准吧？柳如烟也愣了下，有些意外地抬眸看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她慢慢地从兜里掏出手机，看清屏幕时嘴角的笑容一收，脸色瞬间绷着。这反应不对啊！她指尖点了几下屏幕，绷着脸说：“不是我。”主持人也尴尬地解释：“确实不是柳如烟。”电话还没打通，我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嘉宾们嘘声一片，弹幕倒是出奇的一致的吃声，笑死！节目组刻意的有些过了，我就说嘛，哪有这要巧的？柳如烟的反应一看就是不情愿，贺强还那么不要脸的拉他炒 CP， 滚吧！就是柳如烟心里是有我们坤坤的，拿出电话前还看了坤坤，肯定是怕他伤心。曹旭坤伤不伤心我不知道，但我很忧心。就算不是柳如烟，我那一串用食物纸袋的通讯录也很要命了。主持人已经重新拨打了那个第6的号码，这次就没那么好运了。电话顺利接通，哟，小东西鼻子挺灵啊！我刚投了部戏你就给我来电话了，是不是想约姐姐我玩一些刺激的小游戏啊？短短一句话信息量巨大，我心一惊，立马打断他，我爱你。没等他回答，我迅速挂断电话，然后静音切飞行模式，等我搞定手机再抬头，就看见众人各式各样一言难尽的表情。糟糕，想歪了！我张口想要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很多。
说不得啊，至少目前说不得。我已经不想看弹幕了，我甚至能想象他们会说什么，例如这就是潜规则吗？这是贺强的金主吧？之前还在片场给资本塞进去那男演员甩脸色，我还以为他多清高呢，原来是一路货色。刚出道那2年，我被骂过更难听的，我都被骂出经验了。原本路人缘就不好，这几年靠演技积累的一点粉丝只怕也要没了，刚好转一点的风评估计又要一边倒的黑了。我叹了口气，惆怅啊，一抬眼就撞进了柳如烟漆黑的美眸里。柳如烟脸色阴沉，张口就要替我解释，但我冲她摇头，她面色沉静地看了我几秒，最终还是默认了我的想法。弹幕上应该闹得很厉害，节目组不得已只能把投屏弹幕的电子屏关掉，而游戏原本是要中断的，但柳如烟不同意。她虽然没有公开柳家的身份，但她这些年靠自己混得也不错，地位和人脉都是不容小觑的，导演自然不会得罪她。5分钟后，游戏重新开始，转了2轮后，终于指向了柳如烟，关掉了弹幕，提问的人就变成了主持人。刘影后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呢？真心话。那请问顾影后有喜欢的人吗？有。又一轮转到了柳如烟，真心话。请问刘影后喜欢的人在不在现场呢？她在，整个现场几乎成了她的主场。那请问刘影后喜欢的人是谁呢？贺强。全场哗然，我也愣住了，因为他的表白，也因为他选择用这种方式想盖过我的事。从他不同意叫停游戏，我就猜到他的想法，他想利用游戏说点什么秘密来吸引火力。我以为他顶多就是曝光自己的身份，他家里没限制他，曝光也没多大关系，不像我，只要暴露自己是贺家人，就得乖乖回家联姻。所以他尊重我不说，我也不阻拦他想做的。可现在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这时候跟我扯上关系会连累自己的，他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一阵兵荒马乱后，导演叫停了拍摄，我冷脸站起来，柳如烟过来一下，我们谈谈。说完，我也没管他，直接转身上楼。他嗯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上，到处都是镜头，只有房间没有，要谈话只能在房间。一进门，我就劈头盖脸地问他，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引火烧身，你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知道吗？他眉眼含笑，淡淡地嗯了声，知道啊，那又怎样？我都气笑了，你事业不要了，你粉丝不要了，你这个时候说喜欢我，粉丝怎么看你，网友怎么看你？你想过没有？他歪头思考了下道，想过了，我喜欢你，想过你还这么做。我骂到一半反应过来，顿时卡壳了。他唇角弧度渐深，低声问，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别过头沉默。他笑了，那轮到我说了。首先我表白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仓促决定的，我思考了很久，现在说也不过是提前而已。其次别人如何我不在乎，我在乎的只有你，你不需要替我思考我做的事会有什么后果，那不是你该想的，是我该想的。最后你对我的表白是不是应该给点反馈啊？我心脏跳得极快，甚至我都开始有些幻听自己的巨响的心跳声了。沉默半晌，我捏了捏手指，强装镇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也许你以为的喜欢是习惯使然。柳如烟轻喝了声，顶了顶腮帮子，她气急反笑，贺强，我用了10年时间去分清自己的心意，我分得清对你是喜欢不是习惯。柳如烟走后，我留在房间没下去。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我以为是他去而复返，开门后看到的却是曹旭坤，他表情冷淡，开门见山地说，你自己主动退出节目的话，还能给你留点体面。我一愣，转而笑道，你这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话？导演组还是情敌？我轻吃，可惜你不是导演组，当情敌也不够格。他霎时脸色铁青，不再遮掩。贺强，我劝你最好还是乖乖听话，别惦记不该惦记的，你玩不过我的。我挑眉笑道，谢谢你的劝告，但我这人从小就不听话，就喜欢挑战不可能，那就看你的叛逆能不能再救你第2次。第2次，我敛了笑容，看着他的背影沉思。第2天，节目照常拍摄，取消了实时弹幕投屏，嘉宾自主进行分组配对。曹旭坤率先出击，径直走到柳如烟面前，面带微笑地问，柳如烟，我可以跟你一组吗？柳如烟答得毫不犹豫，不可以。曹旭坤表情顿时变得难看，紧咬着牙齿。柳如烟绕过他，径直走到我身边，他即使没有说话，表现的意图也都明明白白。这一下曹旭坤是彻底绷不住了，扭头跑出了镜头下，嘉宾们面面相觑，没懂他这是什么展开。过了一会儿，大概等不到人安慰的曹旭坤又自己回来了，精致的装扮，恰到好处的微笑，好像刚才的插曲不存在一样。我敏锐地察觉他的状态有什么不一样了，最终还是维持了跟昨天一样的组队。第1轮是考验嘉宾的默契，嘉宾们根据提问写下答案，相同的则记1分。这环节对我来说就是送分题。背对背坐下后，主持人拿着题卡开始提问，看电影是看爱情片还是动作片？熊楚服组同时选爱情片，曹旭坤写爱情片，沈佑楚选动作片，我和柳如烟选动作片。约会吃中餐还是西餐？我和柳如烟不约而同选中餐，其余2组意见不统一。几个问题下来，我和柳如烟拿下第1。以我俩互相了解的程度来说，随便蒙一个都能对，根本不怂。一连几个环节下来，我和柳如烟大杀4方，成了3组里分数最高的一组，惹得熊楚服方圆和沈佑楚大喊收手吧，别秀了。只有曹旭坤依旧围着柳如烟，明里暗里对他表心意，而柳如烟从始至终都没搭理他。节目最后录制那2天，我和柳如烟故意在曹旭坤面前秀恩爱，他果然忍不下去了。录制结束当天，网上突然多了很多对我不利的帖子，其中说我被富婆包养换取资源的帖子点击率更是高的惊人，还有一些说我被人包养破坏某某大佬的家庭的帖子也悄然出现，网上说的有模有样的，说的我都差点怀疑自己了。夭夭哥急出了一脑门子汗，你知道是谁在背后搞你吗？我表情相当淡定，知道啊，不出意外的话，大概是曹旭坤。夭夭哥逆着我，你这么淡定是有证据了？我点头又摇头。夭夭哥急了，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我想了下说，很快有了。夭夭哥表示不解，但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他并没有多问。在我的放任下，网上的闹剧越演越烈，却一直没有什么实际性的东西。我沉思片刻，决定推一把。星期5晚上8点，我和柳如烟高调官宣。9点时，网上出现了新的东西，一个名为揭秘明星真面目的 ID 开了一个帖子，那是一个倒数的帖子，
说是10点将会放出我的劲爆视频。这个帖子刚开就点击率瞬间过万，还被顶上了热搜。10点整，在网友们翘首以盼中，帖子里出现了一个视频，主角是我，配角是2、3个浓妆粉面的中年女。视频内容是我衣衫不整的和他们拉拉扯扯，整个视频看起来我都是欲拒还迎的样子。11哥看完这个视频后气得手都在抖，他们这是在乱剪，这是颠倒黑白。看吧，颠倒黑白只要把视频剪辑一下就可以做到，毁掉一个人动动手指的事。11哥顿了几秒，拿出手机，我要联系公关团队澄清。我抬手按住他，没用的，视频里的人确实是我，没有原视频根本证明不了是魔鬼剪辑了。他脸色难看起来，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笑着安抚他，会有办法的。11点，我收到了柳如烟发的信息，只有3个字，搞定了。我的心也随着这3个字落回实处。在全网都在谩骂我攻击我的时候，一条更劲爆的新闻出现了，曹旭坤涉黑洗钱，谣言污蔑他人，后面还标了个爆，这一下就把网友们搞懵了。搞不清楚状况的网友两头跑，生怕错过了什么信息。我顺势贴出了立案回执单，澄清了谣言。我也公开了隐瞒的贺家少爷的身份，我姐也出来澄清恋综上那通电话是他。网友们纷纷到我微博下道歉求原谅。后续的发展一如我所愿那般顺利。曹旭坤仗着家里的关系，在外面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例如洗黑钱、买凶杀人、吸毒、非法交易等一系列无视法律的行为，被热心群众实名举报。而警察严密查证，证明情况属实后，曹旭坤连同其同伙锒铛入狱，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法律的审判。曹旭坤被判刑那天，我去见了他，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语气笃定：“是你举报的我，我不置可否。不用谢，我只是做我该做的。弄死一个毫无背景的新人，对我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说着，他的眼神充满了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听那群蠢货的话，留下你这么个后患。我挑眉笑道：“说你蠢，你还不信？我要真是毫无背景的新人，能在圈里平平安安混这么多年吗？不过也幸亏你蠢，激一激你就上钩了。当初我隐瞒身份，刚进圈傻乎乎的，公司让我去我就去了，原以为是公司内部的聚餐，谁知是那种肮脏的饭局。我察觉到之后，当场就要走，却被人拉回了包厢。拉扯间被我寻了个空档，砸碎了酒瓶，胡乱挥舞。他们怕死，自然不敢硬来，这才逼退了那些该死的畜生。我逃出包厢后，遇到了带着客户来吃饭的姐姐，这才逃过一劫。事后我姐查过这件事，结果是巧合的离谱，那3个女的连夜出国了。当时门外的服务员一口咬定不清楚，饭店也表示监控没开。当时我们都以为就是公司用我换取利益，直到曹旭坤无意中提到的就自己第2次，我这才起了疑心，因此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秀恩爱、故意刺激他的行为。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激露了马脚，那个视频他以为会毁了我，却不知是警察查证的突破口。曹旭坤闻言愣了片刻，而后才反应过来，他自嘲地笑了笑，原来是那个时候暴露的，我竟不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喜帖展开，上面是我和柳如烟并列的名字。我说，从头到尾都是你的一厢情愿害了你自己，因为喜欢柳如烟，所以设局要毁了跟他走得近的我，因为喜欢柳如烟，所以忍不住第2次要毁了我，可终究还是害人害己。恋综最终还是下架了，因为节目有曹旭坤这个有重大犯罪行为的艺人。我和柳如烟官宣结婚的直播间，网友们排队来送祝福，弹幕上网友调侃我：“你还记得自己说过刘影后不是你喜欢的类型这句话吗？”立马有人接：“小情侣的情绪你别管，哈哈哈哈哈，小情侣的小把戏罢了，谁信谁上当。”看着欢乐的弹幕，我笑着看了一眼身旁的柳如烟，然后无奈地说道：“一个帅哥深情地跟你说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宠你到老，你或许会犹豫一下，但这个帅哥从小陪你长大了。”我弯起嘴角，反正我知道柳如烟不会拒绝我的。16岁的柳如烟不会拒绝贺强，26岁的柳如烟也不会拒绝贺强。